最近的印巴冲突，大家应该多少都有耳闻。在双方空战中，巴空军驾驶的歼10C 战斗机大放异彩，一战成名。不过，其实有款游戏在20年前就已经预言过了。还记得《战地2》里的歼10战斗机吗？游戏中它有着逆天的参数，吊打其他阵营的米格29、F-35战机，堪称最强存在。更令人感慨的是，这架歼10身上的编号竟然是81192。那正是烈士王伟的歼8战机编号。想当年《战地2》的宣传片里，歼10掠过蓝天时，谁会想到多年后，他真的会在真实战场上一鸣惊人？大家好，我是咕咕米老板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最近5月7日凌晨爆发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那场印巴空战。当地时间5月9日深夜，巴基斯坦军方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，详细复盘了这次大规模空中对抗的全过程。咱们也来趁机的扒一扒这里头的细节，看一看我国出口的歼10C到底是如何一战成名的。根据巴方公布的消息，5月7日凌晨0点10分，印军多架战机从北部和中部越过控制线向巴方逼近，巴空军仅用了2分钟就启动了防御机制。印方先后出动了多达72架次的混合编队战机，摆出层层高压的态势，试图强势突破巴方防空网。巴基斯坦也不是软柿子，立即起飞了42架先进战机前去应敌，其中主力就是我国出口的歼10C。战斗一触即发。发布会中，巴方特别强调，面对印军的攻势，巴军方高层果断改变了交战规则，从过去的威慑调整为确保击杀，同时避免自身损失。歼10C 的飞行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火权限，直接先手出击。这场空战从超视距导弹对抗开始，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最终巴方宣称取得了辉煌的战果，击落了1架米格29、1架苏30和3架法国阵风战机。为了佐证这些战果，巴方还拿出了诸如电子识别数据、通讯录音和残骸视频图片等证据。他们还特别提到了击落阵风战机后，有阵风编队的飞行员在录音里焦急地呼叫哥斯拉，情绪听上去异常的崩溃和痛苦。So he's asking whereabouts of his formation member. 巴基斯坦强调此次空战他们实现了0伤亡，并表示本来还能击落更多，但我们已经证明了实力。相比之下，印度方面显得十分沉默，甚至闭口不提战机的损失，只强调成功打击了恐怖分子营地。同时，印度政府以辛多尔行动、虚假信息引发国家安全担忧为由，下令海外媒体平台 X 封锁了超过8000个印度本地账户。不过西方媒体却接连给出了相关的报道，路透社、CNN、BBC 甚至中东媒体都援引情报消息称，巴基斯坦极有可能真的击落了至少1架甚至2架阵风战机。BBC Verify 还声称他们确认了战机坠毁的画面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可能是阵风自服役以来首次在实战中被击落，更是歼10系列首次在实战中取得的确认战果。这个双手杀消息一出，中外军迷圈瞬间就炸开了锅。要知道，印度采购的阵风单价高达2.5亿美元，而巴基斯坦购买的歼10C不过7500万美元，配备了霹雳15E导弹，单价仅150万美元，性价比十分了得。当然，阵风战机贵也有贵的道理，它装备的 Spectra 电子战系统集威胁感知和自动反制于一体，被誉为全球最顶级的战机自保系统之一，号称能在敌人的火力中优雅地掠过。那么如此优雅的战机是如何被歼10C 一套带走的呢？答案就在信息战。现代空战关键是先发现敌人。巴空军此次运用了中国出口的 ZDK-03 喀拉昆仑鹰预警机，提前将整个战场态势摸得清清楚楚。这就好比你打撸撸，你家辅助一上来就把地图插得满地是眼，对面在哪打野，脆皮在哪游走，你都一清二楚。所以歼10C 作为信息网络节点，靠着预警机提供的情报外挂，率先发现、锁定并发起了攻击。先手第一波霹雳15E导弹射程150公里，外加双脉冲火箭推进，还内置有源相控阵雷达导引头，抗干扰能力强的一匹。首先，霹雳15E的射程是很离谱的，相当于从合肥发射了一枚空导弹能打到南京。其次，它采用静默突袭的战术，
大部分飞行阶段不开启雷达，靠惯性和预警机提供的数据链飞行，并实时调整方向，直到接近目标才突然开机搜索并锁定，让阵风的 Spectre 系统措手不及。更绝的是，它还具备干扰源寻地模式，也就是说哪仇恨最高它往哪飞，凭借先进算法分辨真假目标，敌人干扰越强越容易被击中。当然，就算狗斗，歼十 C 也绝不逊色。压抑加三角翼的设计，配合国产的太行发动机，让它在机动性方面足以媲美主流的4代机。再配上霹雳10红外格斗弹和头盔瞄准具，近距离空战也毫无压力。而8空军飞行员按照北约标准训练，每年平均240小时的飞行时间，也远远高于印度飞行员，真正实战起来自然更具底气。回顾这整场战斗，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过去我们习惯于在游戏中操纵虚拟的国产战机横扫千军，如今现实中的歼十 C 真的在海外秀出了一波惊人操作，实实在在替咱们长了脸。从当年编号81192的歼82孤胆护卫祖国领空，到如今歼十 C 驰骋异国高原上空，背后凝聚的是中国空军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和飞行员的热血奉献。尽管战争并非游戏，我们当然也更希望世界和平，但看到国产战机如此给力，作为军事游戏爱好者，我也是非常激动的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歼十 C 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畅所欲言，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觉得视频有趣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关注、分享一波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。我是咕噜米老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